这个，这边买不到。是吗？他讲话了，他讲什么？说是买了2个窝柑，不怎么甜。哎，你说我们卖窝柑的，怎么可能掰开一个个尝尝是不是甜，对不对？对的。以前呐，在皇宫里边，皇帝才有这个待遇，不管吃什么都要宫女先尝一尝，怕中毒。皇帝都吃那宫女剩下的。你这么一讲，好像对的。哎呦，坏掉了吗？楚楚，你过来看看，你看这窝柑是咱们家的吗？说有3个坏掉了。这个怎么看得出来？是看不太出来。阿贵婶又来玩了。哎，我来找凤仪聊天。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不会耽误她上班的。经理，哎，快过来看看。拿楚楚啊。说这个坏了3个，你看这是咱们家的吗？这不橙子吗？我就说嘛，那他还让咱们赔呢。赔了吧。不行，凤仪，这种事儿啊，别较真儿，说不清楚的咱就直接理赔啊。不是太过分了，我跟你说没这个道理。凤仪，我跟你讲哈，你如果这么跟人说，他们就会给咱差评，对咱们店没有任何好处，明白吧？知道了，没事儿的啊。啊，经理，哎，阿远找到了吗？您呐，这都好几天了。谢总说他身上有钱，不用着急。阿瑶这个就不对了，也不去找找他弟弟。像他弟弟这个年龄段的娃娃，分不清好坏的，要是跟社会上的坏人混在一起，哎呀，完蛋了。一开始嘛，小偷小摸，发展到后边就是抢劫。怎么会？怎么不会啊？一开始不去上学就应该打，现在好了，他阿爸舍不得打，送回老家，他哥哥呢，哎也不管他，由着他去。我的意思啊，找回来，要是还不好好叫学习听话，先把腿打断，看他听不听话。行，阿贵，那个，你帮我们弄点这洋芋吧，行不行？我是来玩的，又不是来干活的。哎呀，你有经验呀！快，手套戴上。哎呀，好。你好，我的牛肝菌薄饼等好久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人有点多，您稍等一下。好吧，没事，麻烦快点啊。啊，好的。我来吧，哪桌？在最里面那间茶室，谢谢。娜娜，谢总。许红豆怎么在端盘子啊？他过来喝东西的，看我忙不过来就帮帮我。哦，是进的新书吗？啊对，太重了，我怕你们搬不动，就给你们拖过来了。我先放到储物间，到时候自己拆啊。太好了。时间起初有微风，起初藏着心动，甜水的梦在落着雨或阳光。2号桌加1份拿铁，1份牛肝菌薄饼。你这儿有赠品吗？赠品？那桌客人等好久了，水都喝2杯了。有没有什么小食之类拿过去给他们？有那个红色坚果，还有麻酱曲奇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出餐有点慢，这是我们现烤的麻酱曲奇，你尝一下啊。谢谢。
橙子2个梨是吧？对。哎，这个是怎么用的？这个很简单的，启动键亮了之后，先按下面圆形的这个，拧到果汁，再按下启动键就好了。娜娜，饭好了哈。哎，阿南找到了吗？没呢，这才几天，不着急。是呀，是你弟弟又不是我弟弟，我急什么呀？你这个酒店前厅经理还会端盘子呢。酒店前厅经理就是要搞好服务，什么都得做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只需要管好手下人就可以了。啥都管。嗯，你很会管啊。没事，忙吧，走了哈。哦，谢总，灯泡。知道了。谢谢。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了，这是我们店里的遇见，尝一尝。哇，冰的，好好看。墨湖玫瑰用冷萃和用开水冲泡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很清新的玫瑰味儿，对吧？我觉得这是慢慢来的味道。慢慢来。慢慢来的味道有一味很重要的佐料是时间。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慢慢来的东西越来越少了，什么都变得越来越快，都把人当机器使。是。我老说我们酒店像一个大的钟表，员工就是内部的齿轮，就是赶时间啊，跟时间赛跑。人跟时间赛跑的话，永远都是输家。也是。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，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，云朵的倒影，月色的缺影，满天的繁星。红豆，你说咱俩老了什么样？四季的光阴，我看见划破长夜的流星。风吹起的时候，万里无云。去要风的地方遇见你。哎，哥，文旭啊，你弟回家没？没呢。那不去找啊？有什么好找的？在外面野够了，不就回来了吗？这个年纪确实不太懂事儿。你这生意怎么样啊？拉车的比游客多，客人太少了，我不想干了，准备贷款买个车。买车？我表哥他们一家在昆明，我跟他打听好了，买个车我去跑专车，我老婆去做家政，得挣点钱，过2年把孩子接回去读书。那坨坨岂不是要和他阿爷还阿奶在家啊？对啊，没办法，挣不着钱嘛。以后就会好起来的。那政府发展旅游，嗨，那谁说的准啊？等好起来再回来呗。现在一家老少要过日子，孩子马上上小学了，总不能靠家里几亩田吧？你忙，我去拉客人了。小晴啊，哎，拿2个灯泡，12瓦，暖黄瓜。好嘞。我听说阿远不去上学，是因为跑步拉了他老师一裤子。他怎么拉在老师裤子上的？你这都听谁说的？我妈说的，他也是听别人说的。还有人说是拉在校门口了，我不太信。
那拉在老师裤子上你怎么就信啊？那是拉在谁身上了？那自己闹肚子能拉在谁身上啊？我又不知道，我微信问你，你也不回我。给，你先告诉我，到底拉在谁身上了？快给我！我晚上想去你家吃饭，你用葡萄酒炖的那个牛肉好吃。你阿爸昨天来找我说你的事儿，提亲了吗？他让我劝你去绣坊做学徒。我不去，你劝也没用，让他死了这条心。你阿爸这不是让你学门手艺吗？小时候看我阿奶天天坐在那儿绣啊绣，一件衣服绣半年，老了眼睛都快瞎了，背都直不起来，也没见她能赚几个钱。我不去。你这孩子，2个40，微信转账嘛，不赚钱。试试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才过来跟你们换。没关系，没耽误我做饭。还有哪里坏了？哦，露台坏了好几天了，娜娜在上面等你呢。好，我去看看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哦，不客气。我买了番茄，晚上咱们都吃番茄炒蛋面吧，简单吃点。那你看什么？谢总这几天都没去找他弟弟啊？他不知道去哪儿找来的。主要我看他也不太上心。也许真的不着急吧。我听娜娜说，谢总跟他弟弟不是一个妈生的。谢总在他很小的时候，他爸妈就去昆明打工了，然后把他留在这里。后来他妈妈因病去世，他爸爸过了几年之后就再婚，生了这个弟弟。兄弟俩都没有在一起生活过。哎，毕竟感情这个东西还是得靠相处的嘛。德清这个老孔雀，随便在哪里都要开他那个烂屏。他年轻的时候不就那样吗？红豆，哎，阿瑶在不在你这里？阿瑶在那个换电灯泡呢。啊？阿瑶，你下来，我们有事情找你。我换个灯泡啊，马上下来。让他先换吧，不差这几分钟。红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凤姨。凤姨，来，我们等他一会儿。你们坐啊，我去给你们泡个茶。不麻烦个，我不渴。你不渴，人家也不渴干。谢谢了，红豆。不客气。这个阿瑶还有心思换什么灯泡？你急什么呀？跟吞了火药的大公鸡似的。宝评审他们怎么来了呀？不知道呀，说是来找谢总的。哎，这些杯子都是可以公用的。这个是马爷买来给咱们喝的，你把这个泡上。哎，那个挺严肃的凤仪是谁呀？凤仪跟宝评审一样，都是在谢总网店工作的。宝评审是负责发货，凤仪是客服。谢总的网店，不是小春的网店吗？小春姐是经理，是谢总聘用的管理人员。哦，那就说只有咖啡店是小春的。都说了，小春姐是管理人员，我们不都叫她谢总吗？你不是也叫她谢总吗？那不因为他是马场的老板吗？马场是他的，绣坊、扎染坊，包括我们这个小院，也都是他搞起来的。你成天不出门，你怎么知道那么多？我做饭的时候，娜娜都在旁边给我讲村里的八卦。村里还有八卦？多着呢。这水果。哎呦，来，红豆坐这儿啊，坐这儿。你们说这孩子他有30了就？有，比小时候还大2岁。哎呀，真不像，多年轻啊！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要上苍山去采菌子，要到洱海去打鱼，风吹日晒的，也不擦什么油了膏了，所以呢皮下都老。但是我们家小西啊就不一样，也是30了，看上去细皮嫩肉的，你长得跟她很像。你喝什么？我喝什么了？我说红豆长得跟我们家小西像，你就喝。小西哪里不好？你家小西哪都好。肯定的嘛。
你们看这孩子这手啊，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没干过粗活，多好！你看这并齐了，多紧呐，不漏财啊。宝平看手看得很准的，当年就给我儿子大洋看过，说大洋是状元之才，果然现在很争气。哎，还有什么？爱情线也好哦，好好好。一看这孩子啊，就是有福的人。净捡那好听的说。我说好听的说什么？你把你的手伸出来，叫宝平看看嘛。我看什么呀？这什么年代了，我不信这个。来了。快了，坐。不是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打电话不更快吗？这要当面说，你别嫌这凤姨啊，这两个姨烦哦。今天必须得好好的跟你说说。你们先聊。红灯，你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啊，我们讲阿远的事情，你也听听。吃草莓。这几天呀，那是个人就问我这事儿，我口都说干了。他都这么大人了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心里有数，好不好？你有什么数？阿远，小孩子，棺材里边抓痒，不知道死活，跑出去那么多天了，你也不想着出去找找。他可能是不知道去哪儿找，不知道去哪儿找也是要找的。如果不找，你知道村子里的人怎么说？反正不是一个妈生的嘛，阿瑶就是不关心噻。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不就行了吗？村子里的人是胡说八道，我们可以不听，但是嘴长在人家身上，人家可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你还是要出去找，实在找不着就报警，捆也要给他捆到昆明去。哎，孩子也是，不就是拉个肚子闹了点小丑吗？就不上学去了，多大点事儿？这话也不能这么说。他这个年纪就是自尊心强，因为这个事儿很大，但是不能因为这个你学不上了吧，对吧？还上什么学啊？人都找不到了。哎，真的找回来真的是要打。阿奶还不让打呢。阿奶不让打？那个阿奶可偏心了。哎呀，也对啊，阿奶嘛年纪大了，阿远嘛又是最小的一个，哎，是不能打。哎，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回来了？你还是要去找。我不是不找，反正我办事你们放心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们是不能放心的。行了，阿瑶知道就行了。赶紧吃水果吧，快！不知道阿远是跑到哪里去了。阿婶啊，回去注意安全，看着路啊。哎，那个，我跟阿瑶说个工作上的事儿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好，啊，走了啊，不等你了，哥。哦，慢点啊。哦。凤爷，什么工作上的事儿？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，就是阿瑶，你还记得吗？你们15、16岁的时候，你跟阿强还有冠军去掏那个鸟蛋，就刚刚掏完回来还没煮呢，林业局的人带着警察不就来上门了吗？啊，不，那可是个国家保护的，你看你还笑呢，这就是没文化不懂法，结果有多严重啊？我知道，你继续。你看那个阿远呐，现在就是你们那个年龄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又不懂法啊，又不听话，又逆反，你就这么惯着他，你不管他，你将来出去容易出大事儿，知道不？凤爷，那我跟你说实话，但你不能跟阿贵婶他们说。哦，是。小心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您的菜齐了，好，谢谢。服务员，拿一盘松茸水饺。哎，好。姐，4号桌加份松茸水饺。好嘞。好。赶紧收盘子去，没餐具了。行。
喂，夏夏哥。啊，累呀。不过他们能干的我都能干。哎呀，我知道我没那么娇气。那个，家里人都好吗？好。你阿奶每天出摊，大哥也忙。你和我联系，你没告诉我哥吧？没有，你当我什么人呢？那我哥，他没找过我？没找你，他又不知道你打工，都觉得你可能钱花完了自己就回来了。那他们想错喽。你闹得差不多就回来吧。我才不回呢，回去就要上学。你还是去上学吧。大哥不说给你换个学校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变了呀？你之前不是支持我吗？我又不知道你是因为拉肚子才不去上学的，我以为你学不进去呢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想打工就打工吧。哎，夏夏哥，你还没去上海啊？你什么时候去啊？快了，怎么了？哦，你能不能带上我啊？你去干嘛？我没去过上海呀。死了这条心，好好打你的工吧。挂了。跟谁打电话呢？夏夏哥。夏夏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感觉你不太开心。我哥就没找过我，他根本就不关心我。那你就让他们再挤2天。哎哥，你出来打工，你家里人不管你啊？他们管不住我。到了上海，飞机一落地就打个电话来。见到你那个小凯哥，赶紧把乳扇给他。他如果不会做，你就视频，我告诉他啊。哎，谁坐飞机打那么多东西？这么多呀！再说了，你坐飞机把它放在飞机上，又不用你拿着，下了飞机又有人接你。啊。哎呀，你看你。没事没事。记住了啊，别老给别人添麻烦。别人接待你了，你也得请人家吃个饭。知道了，能不能别一直讲一直讲？你以为我愿意啰嗦呢？我是嘱咐你要懂得人情世故。娘娘，哟，啊，还是你啊！我还以为是你阿哥呢。我阿哥今天有人包车。12点1刻的飞机，路上别耽搁了。您放心吧。你这乳扇就这样放的，你把它放好了啊。记住了啊，到了机场就打个电话啊，飞机一落地再打个电话啊，每天打个电话给。好，拜拜。那我们走了。哎，注意安全啊！哎。一步星辰，一步彩虹，错过相拥，时间记住了微风，记住藏着心动，天谁
早，早，这是出去跑步呀？生命在于运动。飞也，生命在于静止。走了。奶奶，走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吃饭呢？呀，一会儿路上吃吧。哎，站住！这个阿奶给你烫好了，热的，喝啊。这个带着，饿了吃。我走了啊。哎，你车子加满油了吗？昨天晚上就加了。小心开车。知道了，走了啊。哟，早啊！早。去工作？去束河那边，有点远。你这跑步啊？锻炼身体，一切顺利啊！英子，这夏夏还没来啊？他去上海了呀。今天就走啊？对呀，他不是和您说过了吗？哦，忘了。哎，对了，谢师傅，夏夏在桌子上给您留了一封信。师傅，我去上海了，你注意身体，不要总是发火。你血压高，也不肯去体检，生气的话可能会爆血管，那样我还得回来伺候你。你教我的手艺，我不会丢掉的。等我赚钱了，好好孝敬你。你的好徒弟谢小夏。就3行，这要叫信呢？这个。您知道我大哥去束河了吧？干什么去了？帮您谈生意去了。哦。那我先去忙了哈。哎，慢点啊。哎。这个线头剪掉。好。这个可以加长一点儿。老师，谢师傅来了。哎，和顺。哎，艾姐。来，李坚，沏壶茶来。别忙活，别忙活。我就顺路，我这就走。坐一会儿再走嘛。来，你给你添麻烦了。添什么麻烦？来坐。我们绣坊建成这么久了，也没过来看看。不顺路嘛。谢师傅来得巧，我跟老师昨晚刚从新疆回来。哦，到新疆干什么去了？
参加了个非遗展。非遗展是什么呀？非遗展就是一个展览啊，全国各地很多种非遗手艺作品的一个博览会，一个大型活动，好多人去看呢。我们还卖了不少东西。嚯，还能卖东西啊？当然啦，有摊位嘛。来喝茶。哎，好。公司里的小鸽子，专门负责绣品和扎染品的各种展会和地面店的推广。小兰负责工艺品网店的日常管理。我们这些手艺人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，专门的人负责专门的事。阿姐啊，那你们这个想做多大呀？当然是越大越好啦。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啦，时代进步太快，要是没人知道我们的东西，我们就要被淘汰。国家为什么要保护非遗？就是怕这些民间技艺慢慢失传，所以要多做宣传，让年轻一代了解这些文化并喜欢上。这样有人愿意学，有人花钱买，才能传承下去。以前当师傅，把手艺传给徒弟，就算功德圆满。现在还得想办法让孩子们有饭吃。嗨，小黑。饭好了，吃饭吗？走，来。哎，马爷要一起吃饭吗？啊。拌着好吃。你这是醋溜土豆丝啊？你怎么里面放老抽了？我妈都放。妈这生意好。好吃。好吃啊！这味儿，这味儿对，这味儿对。我来着。
介绍一下，李总，这位是谢之遥，我的好朋友。哎，李总，幸会，幸会，幸会。谢总你好，这怎么来的呀？开车来的。那今天不能喝酒了。能，带司机了。有备而来呀，可以吗？来，坐。行，来，谢总，您上座。来，让。谢总，不是你那个东西不好，我知道，好，但是贵啊。基雕几百块钱的东西挂在墙上，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区别。我是做高端艺术酒店的，把那个钱省下来，我不如把床品升级一下。李总，你是实在人。你跟我说实话，那我也跟你掏心窝子。我来呢，当然是想把这单生意谈成，但是我也确实是在为你的酒店着想。你做国潮，想用传统文化作为艺术酒店的特色，那你就还真得用手脚。这话这么说，他知道的啊，我以前是做投资的，也就是每天听别人跟我讲故事。一个好的创业者，首先他得是一个故事家。你的故事越是引人入胜，越有人愿意为了你的故事买单。你看你的酒店啊，国潮、传统文化、高端品质，这些都有了，缺的是一个好的故事。哎，你接着说。我先跟你讲个故事吧啊，一个男青年，他是在海边的渔村长大，从小呢就是留守儿童，后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家乡创业，他开了网店，卖家乡的农产品，雇的呢都是村里的人。他帮助刺绣的非遗传承人成立了绣坊，投资了扎染坊，保护了家乡的传统艺术。他还发展了旅游业，让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留下来，而不是出去打工。这样呢，孩子们也不再是留守儿童，老人们也不再是空巢老人。哎，这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？好像在电视上看过。嗨，这就是一个回乡创业的人经常讲到的经典故事，如有雷同啊，纯属雷同。哎呀，这个经典故事我用不上了。用得上，其中有一个桥段你就可以借鉴。你说说。啊，一个老板特别喜欢传统文化，他觉得中国的传统艺术应该发扬光大，被更多的人看见，所以他成立了一家艺术酒店。里面陈设的都是传统非遗艺术作品，甚至连走廊里一幅装饰用的木雕画，都是老师傅们一丝不苟地雕刻出来的。这个故事的细节，他不就有了吗？哦，对呀，哎，这就是李哥本人的故事，他就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。是啊，哎，这就是我。来，李总。嗨，什么李总，都是兄弟。兄弟，来，慢点。刘，哎，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睡会儿啊。啊，师傅，路上看着点他啊，别让他吐了。好，好，走吧。好，走了。走了。阿南，哎，回来啦。买了你爱吃的腊排骨啊。还想着阿南爱吃腊排骨。喝酒了？喝了点。谈的怎么样？还行。谈下来了。真的？哎呦，来，这里一个。甜。甜。
阿瑶是穿开裆裤的发小，以前她可没少吃我家的饭。我们一起读到初中住校，高中还住校。哎呦，太苦了，我学习也不行，没考上大学。后来家里给介绍了个小姑娘，我俩一见面，嘿，是我初中喜欢的女同学。结果那女同学一张嘴就问我要阿瑶的电话号码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你给了吗？给了呀，不给显得我多小气。不过阿瑶那时候忙着读书拿奖学金，也没空招惹小姑娘。等她大学毕业了，我问她回不回来呀，跟我说又考上研究生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读这么多书，将来这得当多大的老板？那可不是老板吗？那人家现在就在搞自己的产业链。你说大老板吧，也的确是。他回来这几年呀，投入了不少，但你说钱赚到没有？确实没赚到什么。一问他就说是投入阶段，哎，我也不懂。要我看啊，真不如他在北京工作那些年，做那个天使投资，那工资和奖金可不低呢。你又在嚼什么舌根啊？吓我一跳。聊什么呢？随便聊聊。聊我烤肉，你烤大学呗。吃点什么？我吃过了。跟我刻点蔬菜吧，行吧？行。烤好了我给你拿过去。好。不用打，他关机了。你比较像他姐。我是真想跟他解释清楚，真的不是我说的。哎，你说到底是谁传的话呢？我哪里知道啊？村里的墙啊，看着挺厚，其实四面漏风，还保什么密？哎呀，我看你最近这几天天天待在小馆里，你没出去玩啊？去哪玩啊？扎染坊，你可以亲自体验染布。下午染过了。小馆旁边的木雕坊。买了。竹筏呢？做了。骑马很有意思。不去了。为什么？不喜欢。哦，对了，村子的东边，那有一大片露营地，什么采摘啊、垂钓啊、barbecue， 我北京朋友开的。亏钱了吧？只是还没有盈利，你有空可以带着那个大麦、娜娜一块儿过去玩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呀，你就别再费劲推销你那些人工景点了。我来这儿就是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认认真真的当个没用的废人。哇，你啥时候树立了这么个伟大理想？工作之前呢，就是一直学习学习；工作之后，就是一直工作。努力努力再努力，不服输，不落人后。我跟你说，我毕业那会儿啊，存的钱也够买几平米。转眼10年过去了，存了些钱，打开房地产网站一看。还是只能买几平米，没房，没车，没对象，只有病。这么惨呢？网上不是说了句话吗？那什么，工作不突出，业绩不突出，腰间盘突出，就特别像我。哎，你看，足弓都没了。我跟你说，成天站着。我踩塌了，哎，笑，不是你，但凡有一点同情心，都不至于在别人讲痛处的时候笑成这个样子。足弓踩塌，笑归笑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在嘲笑你了，就是你能让别人笑这么开心，你也是有福报的。哎呀。
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人啊，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，要不然会出问题的。什么厌世啊、逃避啊、焦虑、烦躁，各种病都会找上来的。绷得紧不紧是我能选择的吗？你就像那个钟上的发条，那不跑到华司，谁愿意换呢？我看你条件也挺好的，啊，化个妆收拾一下，你是板扎的大美女，还愁找不到一个条件好的对象吗？我图人家条件好，人家图我大美女，那再过了几年，我还是大美女，那人家条件还好吗？你活得这么通透吗？只有自己拥有的，才是自己的。我敬你一个。不是，你喝的什么呀？我中午喝了，再喝成酒鬼了。还是小时候好。老是盼放假，然后就去姥姥家养小鸡儿，上树采野桑葚，去溪里钓小虾。你小时候这么野？哦，你不觉得小时候特好玩吗？长大之后就是要学习，要考试，工作了要冲业绩。哪顾得上玩啊？也是哈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你奶奶，就老想到我姥姥。像吗？哪里像？氛围吧，身上的味道像。我姥姥去世3年了，就再也没闻到过那种味道。我阿奶身上什么味道？有点像烤面包的味道，暖洋洋的。说你吧，你是怎么想到回乡里创业的？赚钱呗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外地人都过来投资了，本地人那不是更占优势吗？也是哦。简单一点就是修容，男生化妆师还好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重新帮你换一份。啊，行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。不用了，没事儿。钱他妹给的，都拿来了。胳膊痛？不痛。是不痛，就是抬不起来了。差点把盘子扣人家头上。现在这上学的好了吧？这什么破天气，连点风都没有。好了。
周末你把这周的工钱领回去，就回家吧。你娇生惯养的，不该干这个。我不回去，我家里人都没人找我。你就是家人宠坏了。阿瑶该是我哥就好了。行啊，送给你。真能送就好了。那你呢？就这样，一直打工。嗯，也挺好啊，没人管你。怎么说呢？小时候爸妈离婚，各自有家。我跟阿爷住。后来阿爷去世了，我又跟阿奶住。今年阿奶也去世了。阿妈打电话让我过去。阿妈在瑞丽嘛，我过去一看，一家4口，挤在一个60平的小房子里，2个妹妹住高低床，实在没地方，我就给阿爸打电话，是空号。你不明白，你爸妈、你哥哥、你奶奶都管着你，有多好。其实有丰小院啊，占用的精力不是很多。我现在呢，主要就是电商仓库还有小馆两边跑，忙是忙了点儿，但是能应付得过来。你不要逞强啊！仓库那边的杂事还是比较多的，实在不行啊，小馆这边再招一个人。先不用了吧，咱们节省点成本。反正小月经常在那边，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不在的话，就让小月给我打电话。我觉得其实都还好，日常工作呢，大家都按部就班的在做。就是人事关系有点复杂，总需要经理来调节。那就还是老问题。可不嘛，老问题呗。村里这些都是长辈，太熟了，没什么边界感，根本没人把我当经理。而且呢，还有村里那些没事儿干的阿婶啊、阿奶啊，经常上班时间到咱们这儿来玩，闲扯。鹅婶哈，3天能打包错2单，你直接管他们呢，也能好一阵儿。但是过几天吧，就又恢复原状了。尤其是那些阿奶们啊，跟幼儿园小孩一样的。你说多了，他还跟你生气。小馆也是同样的问题。熟人社会做事儿呢，就是有这个麻烦，只能说啊，多叮嘱，再加强他们在工作中的自我要求和服从管理的意识。其实大哥，我就是觉得咱们2个跟他们太熟了，需要顾及的事情很多，还有很多情感因素。小春，如果我们从外面找一个和尚过来念一段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先从小馆入手，有点级面，规范管理，还能把服务意识提上来。行啊，如果能这样，那是最好了。你是有合适的人选了吗？当然啊，送上门来的啊，现成的。谁呀？许红豆，许经理啊。人家刚从5星级酒店服务的最前线退下来，手都还是热的。哎，你算了吧，人家辞职到咱们这儿来是为了休息的，怎么可能愿意到咱们这儿来打工呢？方法呢还是有的。据我观察，许红豆这个人吧，人挺勤快，也善良，最重要的吧，他还挺喜欢我阿奶的。综上所述这些弱点吧，不是，等会儿，弱点。谢之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又要给人家讲你回乡创业的故事啊？道德绑架法。我这商业上的事儿怎么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啊？说的真好听啊！哎呀，哟，大伯，大伯啊，哎，谢师傅，
大伯，哎，喝茶。哎，好。这批活估计够你们干几个月了。你也别多想啊，我也没费什么事儿，就是陪那个李总啊吃顿饭，主要是他自己喜欢。之前啊，确实是预算问题。哎呀啊，哎，咱坐着说啊。来，您坐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看这个，之前呢，我跟你说过，这网上啊，没什么好东西。你说这个天天上网看的都是什么呀？别人家日子过得好，还要买豪车，又买豪宅，啊，这个动不动的，这个谁又火了，还又赚了几百万了，几千万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毒啊！太毒了！哎，你说年轻人他一天到晚的看这些，他能把心沉下来，踏踏实实的工作吗？都心浮气躁，不务正业去了。那几百块、几千块，在他们眼里已经不是钱了，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挣那几百万、几千万去了。是，你那时候刚回来，你跟我说，你要帮着我包装、推广，要带着木雕师傅们一起赚钱，还说政府呢要乡村振兴，发展旅游，你呢回到家乡也要搞基础建设，是吧？也要建设家乡。我说句实话，我不怕你生气，我根本就没信。我觉得你小子这些年在外边啊，学了一肚子坏水啊，你一回来呢，也打算偷机取巧赚那个大钱，是不是？也不止您一个人这么说，啊，大家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抱着怀疑的态度吧，也正常。过去啊，只要手艺好，那别人就自然找上门来了。现在不一样了。以前呢是满足需求，现在呢是创造需求。我阿奶都说了，时代不一样了。是。时代不一样喽。